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甜恋爱鬼故事之8，寻宁宁的春梦。被花子君亲了一下之后，宁宁就开始胡思乱想，做梦梦见和王子谈恋爱都会蹦出花子要亲亲，害得他上课惊醒，当场社死。园艺课上，小希因为对小葵的深情告白只得3分而一蹶不振，宁宁还在胡思乱想，说到底花子到底为什么要亲她？难道是因为喜欢她？这么一想，之前花子的种种行为也就说得通了。宁宁实在忍不住去找好闺蜜小葵做恋爱咨询，小葵也觉得对方喜欢宁宁，虽然不是宁宁喜欢的类型，但她是劝宁宁可以试着交往一下，亲都亲了，估计对方过不了多久就会表白，毕竟最近告白很流行。预言家再次发剧本，小葵指着窗外的一棵树说，那是告白之树，相传是恋爱之神种下的，在树下告白的人一定能在一起。正说着，就有人来告白了，居然还是俩男的。只见小希对着好基友柠檬深情告白小葵，当事人小葵一脸懵逼，原来只是小希的告白练习。话说回来，他们班里的情侣最近的确激增，还都是在告白之树下告白成功的，说不定那棵树真的有什么神奇的魔法。女厕所里，花子居然真的和小葵预料的一样，约宁宁明天放学之后到告白之树下面见面。宁宁小脸通红，花子真的要对她告白了。第二天，宁宁一脸兴奋地冲进教室找小葵八卦，却没想到小葵眼泪汪汪，让宁宁进去看。小希居然和陪她练习告白的柠檬擦出了爱情的火花，好家伙，奇怪的 CP 增加了，那棵树也有效过头了点吧？小葵一脸不可置信，喜欢我的竹马一夜之间弯了怎么办？在线等，特别急，因为搞了这一出，宁宁没能和小葵商量花子君的事儿。放学之后，宁宁来到告白之树下，花子已经在等她了。见到宁宁之后也不啰嗦，直接开门见山，八旬，我喜欢你。宁宁心里瞬间火山喷发，开心的流下了感动的眼泪。原来被告白就是这种感觉。虽然花子不是她喜欢的类型，但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男朋友啊。然而还没等宁宁高兴多久，花子就赶紧让她拒绝。宁宁一脸懵逼，但还是在花子的威逼之下说了一句对不起。结果宁宁话音刚落，天地突变，告白之树上居然浮现出了一张脸，树大喊着不可以拒绝，听到爱的告白就应该接受，他会帮助所有人获得幸福。大哥，你上辈子是种在民政局门口的吧？撮合别人之前至少要问一下性取向的吧？因为宁宁拒绝了花子的表白，纯爱战术朝着宁宁伸出毒手，却没想到对方居然开了护身，刀枪不入。宁宁的脸颊上浮现出了7的印记，花子披上披风，一刀强拆民政局，失去力量的大叔成了一个西兰花，这东西叫木魅，是树木的怪异。最近学校里情侣增多，就是木魅导致的。宁宁这才知道，原来花子的表白只是为了引出这只在情侣之间现身的木魅，顿时失落不已，自己空欢喜一场。虽然心里安慰自己，反正花子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，但是眼泪还是止不住的往下落。没心没肺的花子还在调戏西兰花，没想到一回头，宁宁居然哭了，完蛋了，玩脱了。在得知之前花子那一个吻只是在给他施加附身符后，宁宁更羞耻了。花子根本不喜欢他，只有他像傻瓜一样胡思乱想。宁宁擦着眼泪转身离开，花子慌了，他一把拽住宁宁的手，摘下帽子，诚恳地和宁宁道歉。他没想弄哭他的。摘下帽子的花子君看着只是个普通的男孩。宁宁突然发现，虽然嘴上说着他们是朋友，但是其实他一点也不了解花子，他犯下的罪，死掉的原因，生前的名字。夕阳下，花子一把抱住宁宁，让她不要哭了。宁宁第一次产生了要了解花子的冲动，于是第二天，宁宁就借着占卜的名义想要套出花子的情报。可怜的小光被夹在中间吃狗粮，花子君闹别扭，占卜宁宁怎么不去找他喜欢的袁前辈去？宁宁反驳他，对袁前辈是爱豆的那种喜欢。宁宁捧着脸花痴袁前辈，没想到一扭头，正主竟在他身后，而且袁前辈居然是小光的哥哥。袁和善的和宁宁打着招呼，对花子又一改态度的握紧了手里的刀。他把小光叫出去训斥了一顿。他之前说过，遇到怪异应该立即净化，之前这些怪异没有伤人，他也就放任了。但是最近学校的怪异都出现了异变，尤其7大不可思议还是怪异中最厉害的。小光当然知道自己的任务，但是在和花子的相处中，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，并不觉得在危机时刻保护他们的花子是邪恶的存在。袁再次告诫弟弟，世界上没有好的怪异，他让小光不要再管了，剩下的他会解决。作为一名合格的地控好哥哥，虽然袁表面上非常严肃，但还是没能抵抗住弟弟的狗狗眼攻击，答应再给小光一段时间。从花子嘴里掏不到信息，宁宁只好去图书馆用功。然而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有关于男花子的故事，但却意外
遇到了拥有黑杖带的绿头发少女，少女明显非常熟悉花子，临走前告诉宁宁，要是想了解花子，就去找7大不可思议之舞。宁宁想要去追，结果半路上撞了人，再跑出去，少女已经不见了。宁宁只好去手握剧本的小葵接任务，7大不可思议之舞16时的书库。这所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间只能在16时进入的特别书库，书库内存放着写有人名的书，上面记录着此人的过去和未来。书库里有黑白红3种书，白色是活人的书，黑色是死人的书，而红色的书千万不能打开。书库里说不定也有花子的记录，但是自己一个人去实在有点害怕，于是小光自告奋勇陪着宁宁，他也想要了解花子。一只蝴蝶飞来，停在了一本书上，宁宁好奇的去触碰，砰的一声，一扇大门凭空出现在了他们面前，这就是16时的书库。打开书库大门，只见里面是一排排的藏书，跟随着蝴蝶，宁宁首先找到了自己的书，里面果然写着自己的曾经的一切，接着往下翻，红色的书页后面写着他的未来，因为读到了自己第一次约会被对象嫌弃腿太粗失恋而大受打击。然而刚看到有关于花子的部分，书页突然就变成了血红色，红色的书页是绝对不能翻开的，但是为了了解花子，宁宁还是强忍的害怕翻开了书页。然而就在全神贯注阅读花子君的内容的时候，一只形似他的巨大怪物突然张开血盆大口朝他扑去，幸好小光眼疾手快，一把抱起宁宁。眼看怪物再次朝他们扑来，小光抽出雷霆杖，然而被封印的雷霆杖就是个废物棍子，气得小光大骂花子。众所周知，说人坏话一定会被听到，花子现身，一刀切碎了怪物的脑袋，顺便把宁宁拉回自己怀里。图书馆老师走过来，捡起了宁宁掉落的书，怪物再次化成小光的样子扑向老师，却没想到老师身后银光一闪，一只大手伸出，直接碾碎了蝴蝶组成的怪物。我就知道长得好看的一般都不是人。老师又伸出2个胳膊，拎起小光和宁宁，抓起蝴蝶一口吞进嘴里，露出的尖牙把俩小孩吓得不轻。不过花子一句话，老师就乖乖放下了小朋友。原来他就是7大怪异之舞16时书库的管理人土龙。谁能想到学校的老师居然是怪异本身呢？毕竟一旦传闻消失，怪异也就不复存在，所以自己放出自己的传闻也很重要。说不定宁宁的朋友里也有非人类呢。以7号花子为首的7大怪异维护着学校的安全，但是他们之中出了叛徒，对方用某种方式和人类结缘，将怪异的故事扭曲传播，这才导致了最近学校里一系列事件。于是花子索性将7大怪异全部破坏一遍，所有怪异都失去力量，就不会担心失控了。等事情解决了，就再命名一遍，简单粗暴但是管用。说着，花子就向土龙索要依附物，土龙答应，不过前提是要用他们的秘密交换，不给秘密也行，反正他也打不过花子。不过之后他会将所有人的秘密用大喇叭广播，让他们彻底社死没脸见人。为了不被当众处刑，宁宁和小光只好自报秘密。轮到花子的时候，土龙自愿跳过，他已经不想再知道更多了。但是宁宁和小光不干，拉住花子，非让他说点什么。他们是真的想要了解花子。花子愣住了，随后红着脸扭扭捏捏地表示自己喜欢吃甜甜圈。看着难得露出正常笑容的花子，土龙一时之间百感交集。他信守承诺，拉开了通往境界最深处的门，但是能进入的只有宁宁一人。花子脸色阴沉地将宁宁推给了土龙，眼神极为和善。路上，土龙问起宁宁和花子相处的怎么样。虽然花子总是恶作剧，但其实非常温柔，还总是保护他，所以宁宁认为他们是朋友。得知花子过得不错后，土龙显得放心了不少。宁宁想起来未来记录上第一次失败的约会，忙问土龙记载的未来能否改变。很可惜，未来几乎无法改变，但是土龙说他曾见证过一次未来改变的瞬间。说着，土龙推开了宝库的门，里面闪耀着各种各样的宝石，然而这些都不是他的依附物。土龙拿出一块脏兮兮贴着封条的小石头，说这是月之石，送给他这块石头的人正是那个改变未来的人。土龙催促宁宁赶紧动手，宁宁揭开封条，境界轰然碎裂，宁宁便看到了寄宿在月之石上的记忆。土龙曾有一个古怪的学生，身上总是带着各种伤，问他是谁干的，他也不说。那个学生叫柚木普，也就是生前的花子君。阿普岔开话题，掏出自己的月之石给土龙看，那是他4岁的时候从天而降的宝物。他喜欢月亮，想去月球上旅行。说着，阿普推开窗户，屋外的月亮又大又圆。土龙一个不留神，阿普就已经跳上了危险的窗台。土龙吓了一跳，想要阻止，却被阿普一手拍开。他知道土龙关心他，于是就把自己的宝贝月之石送给了土龙。他总觉得自己带着石头就能去任何地方，但是他已经决定哪儿都不去了。宁宁从医务室醒来，已经是晚上。柚木普曾经的花子君，就是土龙嘴里改变了未来的人。阿普将石头送给土龙的
的前一天，人类登上了月球，连登月这种神话一样的梦想都能实现。于是他们相信，不管什么梦想，总有一天都会实现的。但是在那么一个心怀梦想的年代，阿普却放弃了一切，说他哪儿都不去了。这让身为班主任的土龙非常担心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但他早就看过了阿普的过去和未来，他清楚的知道阿普曾经遭遇了什么，未来又是什么样的。阿普未来会成为这座学校的理科老师，和他成为同事，而不是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死掉，亲手切断自己本该延续的未来。关于花子的过去，土龙没有再透露更多。土龙走后，花子和小光也来了，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去见对方的宁宁一头扑进了花子怀里。宁宁的投怀送抱并没有让花子感到高兴，他拎着菜刀找上了土龙，问他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。土龙只说自己提了依附物的故事，花子自然不知道对方的依附物是那块石头，还以为是什么超下流的皇书。花子君的笑脸和当初的阿普重合，今天月亮正圆，阿普其实一直没有变。